哎，最近俺家呢收着个礼物，没想到一个礼物引发了大胖媳妇波澜壮阔的情史和往事，甚至还牵扯出来前女友以及复杂的财产纠纷。6月儿童节不快到了吗？前两天一个朋友送俺家俩孩子几套乐高积木，拎回来这大黄袋，哎呀妈，俩孩子眼睛湛亮。然后当时呢，我们有一个朋友也在，这人呢好像就是挺有钱，就是爱收集，然后跟我们说他最近呢收集了一套非常贵的乐高，挺不菲的。大胖媳妇呢就有点虚荣心上来了，说我小时候也有一套乐高，我妈给我买的，当时就真是挺招风。原因是啥呢？可能有的朋友知道，我老公这个爸爸布莱恩他不是亲爸，继父。我婆婆温蒂嫁给布莱恩之后呢，布莱恩的父母不认大胖媳妇，每到圣诞节他的爷爷奶奶都不让他去买礼物的时候呢，那爷爷奶奶只给亲的孙子孙女买，对他呢就是对付，给个纸壳盒子、塑料袋啥的。然后温蒂这人呢虽抠但刚，就孩子不是不能对付，但是只能我对付。所以那年圣诞节，温蒂一看自己儿子受委屈了呢，要强劲儿上来了，痛下血本给他儿子整了当年最阔气的这一款积木，就为出这口气。然后大胖媳妇就跟人回忆嘛，那是80几年应该是，当时买的是就是一个大房子，里边还有士兵啥的。然后我们这个收集爱好者朋友眼睛就亮了，就很兴奋说，该不会是1984年的那套国王的城堡吧？大胖媳妇也迷糊了，城堡，哎，好像有国王。那个人说，你呢可以看一看，如果你那套就是我说的国王的城堡，你拿过来，你出价。大胖媳妇说，我还不一定卖呢。结果那人前脚刚走，大胖媳妇开始查手表了，越想越觉得自己那套就是国王的城堡。下午还查手表呢，晚上已经开始查海景房了。告诉我你买2个加湿器，适应一下亚热带海洋性气候，准备在三亚整套房。你说人这玩意儿就是命，你说谁能想到我38了，用你奶话说奔50的人了，活到今天居然可以啃老了。然后这一天心情就贼好，本来大胖媳妇这些年也特别爱买这个乐高的大黄袋子，今年6·1之前心情特殊，自己出钱给孩子挑了好几套乐高积木。他认为啊，自己的灵气逼人，多少是有点当年乐高刺激用脑的功劳在里面的。爱拼才会赢嘛。然后他顺利成为富二代之前呢，就面临着一些遗产分割。他不是想让他妈温蒂8月份来的时候把这个国王的城堡带过来吗？告诉他妈说把我小时候所有玩具都带着，飞机托运我花钱，反正也要买飞机了。然后他这俩妹妹呢就不同意，大胖媳妇就咋说也不听，说我把厨房家电什么都给你，不行。最后给他急的，跟他妹妹说就是房产我都可以让一步，我只要童年的记忆。然后呢，前天温蒂就爬到地下室去找这套国王的城堡去了，然后告诉俺说不好意思没找着。大胖媳妇说怎么可能没找着呢？你啥时候扔过东西啊？然后温蒂呢就偷摸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咋回事呢？就他以前吧有个前女友叫索菲亚，他俩分手了以后呢，我儿子不就去中国了吗？这索菲亚呢没事还来俺家跟我唠唠嗑啥的。完前2年呢人结婚了，怀孕了，我寻思得给点啥，我就把那套积木给他了。当时也没寻思这事儿对我儿子这么重要啊，就谁能想到他这么在乎这个童年的记忆呢？我听完呢，我也就没瞒大胖媳妇，我就如实跟他说了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啊，就视觉上变白了，问我啥意思？我说啥意思？就直白的说呢，就是你吧，把该继承的房产给你俩妹妹了，把海景房给你前女友了，把2个月之后空手而来的妈妈留给了你自己。大胖媳妇给他妈打电话，你说你家里600多个塑料袋，9000多个易拉罐，你都不扔，你扔我的城堡。这2天我就劝他呀，我说跟往事干杯吧。他说我童年的记忆没有了。我说有，重新拼呗，爱拼才会赢嘛。大胖媳妇刚才就想起这事儿，依然很唏嘘，跟我说，你说我前女友该继承的房产、海景房、积木都是泡影。你说我最近啊，那走街上都直高气昂的，就是以为自己拥有了全世界，结果就我自己不知道，输的裤衩子都没了。这叫啥国王的城堡？我说你这个叫皇帝的新装，皇帝的新装。很多人都问我哈，就你老公这汉语一般呢，你不着急吗？我想说实话哈，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着急，因为吧，他只要能听懂一点，说明白一点，他就总跟俺家人争论。我其实反倒脑袋更大，其中最多的唇枪舌战呢，都发生在我老公和我奶之间。比如那回我爷我奶电饭锅内胆不被刮花了吗？我老公给他俩买的新的，让他俩换，我爷我奶坚决不换。最后我老公一气之下玩假摔，一屁股坐我奶电饭锅里头去了，给我奶电饭锅坐瓢了，扣不上了。最后没办法换的新的，谁都不吱声。但是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可以用一个大屁墩就能解决得了的呀？你说咱有时候跟老人在一起，就有一些道理咱自己都掰扯不明白，你更何况那些从来都没听过他这些理论的外国人，而且很多外国人还都比较较真儿，完这家是个问呢。你比如说以前我跟你讨论过这个盗梦妖风的问题，就是说在咱们妈妈、姥姥、奶奶心中，门风、地风、穿堂风，风风索命，暖风、热风、空调风，风风作病，对吧？在他们心中，从酷暑到严寒，这个偌大的地球只剩致命的对流。但是我老公从小呢，他听到的理论呢是发烧了开窗吹风，拉稀了开窗吹风，生孩子开窗吹风，中风了开窗吹风。他们的理论是反的，打开天窗迎春风，治愈多舛小人生。我记得那年盛夏，我老公是为了凉快特意找这个对流风，
跑到客厅地上睡觉去了。结果我奶半夜起来3回，给他关窗户，给他盖被，每次他都是大汗淋漓，硬给憋醒的。我老公刚开始以为这房子闹鬼呢，完第二天我老公就质问我奶，就这么热的天，你为什么要怕风？我奶说邪风侵体，一吹就进去。我老公就问他，就是那按照你的观点，你说人体的皮肤是口罩布做的吗？怎么风一吹就能进去呢？我奶说的，那皮那玩意儿可不啥都能进去，你以为你自己咋回事呢？我老公说，那要是按照这个理论的话，你要上男澡堂泡会澡，那回家以后你血液里头都是别人的村呗，不是别人的村呗。他俩最激烈的一战还是关于孩子穿开裆裤的问题。俺家翟达从小不是穿尿不湿吗？我奶看着了不让，把俺家孩子裤裆剪个大窟窿，完还勾个花边，完把俺家就是尿不湿都藏起来了，就要穿开裆裤，怕孩子捂屁股。完我老公就灵魂发问了，你不是怕风吗？就我晚上在你家客厅睡觉，你那个门底下那个地缝你都得用毛巾给堵上，说怕有地风。那孩子裤裆剪这么大窟窿，你怎么怕进风了呢？完我奶就跟他辩上了，就说风啊，怕虚不怕实，怕歪不怕直。你孩子开裆裤这个风就没事，你晚上睡觉那地风就作病。我当时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咋翻译，你能想象到不？就他这个话就翻译成英文以后，没有哪个外国人能理解他啥意思。完我老公就一直追问呢，就他咋知道这风的虚实外直啊？那封建开裆裤之前，他给化验了。我奶呢，说到底对这尿不湿呢，就是第一嫌它不透气儿，第二觉得他一天吸不了多少水，它不干爽。我老公就不能控制的用人类现代技术向我奶展示了一下，其实尿不湿早已攻克了这些难题。当然了，你得选好品牌，给你展示一下我给俺家二宝准备的邦宝适泡泡纸尿裤的功力啊！你看，即使是你领孩子出门，就现在天也热的，它透气性还特别好，不用担心捂住枕子。再一个，你看啊，人家做的确实是薄。咱们女生每个月其实都有亲身体会，越厚的越不舒服，越薄的越轻便。你看，薄到轻松穿越，流畅顺滑。为了你的小心心，为了宝宝的小屁屁，请相信它为你排油加透气。哎，你们谁能指点我一下？就以后面对我奶这种就临界于经验学与玄学之间的这种理论，我应该怎么给外国人翻译？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第一次来到中国，那先让他最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首先，最欲罢不能的娱乐项目是打扑克。加拿大老人吧也打扑克。就以前呢，温迪的亲生父亲还在世的时候，住在养老院里，温迪经常去看他。他们养老院有一个巨大的房间，棋牌室，好几十桌，也打。但是几乎鸦雀无声。那小护士每小时得进来溜达一圈，看哪个要劲儿过来拉走。到了俺家人邀请他，温迪咱打扑克。温迪以为大概也是加拿大那种氛围呢，结果别管我呀！我出去了，你看这是温迪出去了。大王，你要不温迪这牌要不起的时候，他就不说话。但是我二姨肯定要问你要不要？哎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就问你要不要？温迪也不吱声。大胖媳妇告诉他妈，这话你得接，他们不接受沉默的投降。来跟我学一句汉语，我要不起，我要不起温迪说啊，我要不起。我二姨啪一砸，要不起，我俩勾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你不要我10勾圈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不要，不要，我对6。让温迪更不解的是，我二姨和我二姨夫两口子，我老姨和我老姨夫两口子，温迪和大胖媳妇3对打扑克。突然后边就多一个人，这人是我姨，叫王玉芬，就绕着这桌子就是一个指点。温迪就问我，这个人在干什么？凭什么公然窥探我手中的命运？大胖媳妇说，你刚来没习惯，在这儿你是打扑克，你是下棋呀，后边总撞个卫星，两手一背，小嘴稀碎，主打一个环绕。温迪刚要出牌，这卫星搁他后边啪一下打他一下。你连勾圈改都没有，你管他干啥呀？温迪说，你连牌都没有，你管我干啥？你管我干啥？然后另外2对哈，就我二姨我老姨他那2对，人家都两口子彼此支招复盘，干扰别人。温迪跟他儿子一伙，那就是互相往绝路上干，不懂团队作战的精神。加拿大人手撕加拿大人，给那个卫星气的是掐温迪。你看你这牌出的，你走了，你给你儿子憋那了，你咋自己走了呢？温迪说，我签证到了呗，我得自己走了呢。我儿子人也不想跟我走啊，人也不想跟我走啊。这是娱乐项目，吃的上最怕去饭店，最爱去农贸市场。他觉得饭店8个人14道菜简直是原罪，尤其知道我们家新换了冰箱，那更是大肆在农贸市场囤货呀。农贸市场多好，温迪最爱的东西是淀粉肠。大胖姐说你加个鸡腿，温迪说我要不起，但是最后迷上了东北烤鹌鹑，因为它4块钱一个，温迪买了10个，现场吃了5个，剩5个放在了保鲜盒里面，带回了北京。娘俩回到我家5分钟没找着冰箱，我说西门子真全件冰箱做到和橱柜一体化设计，这冰箱无冷凝水技术可以防止水分聚集，橱柜也不发霉。全件冰箱有3种冷藏冷冻的箱体，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搭配，2个不同湿度的抽屉分储，3倍延长食物保鲜。然后温迪走之前，我爸领他去爬景山了。到了景山顶上，我爸说：“你看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故宫的全景，感受一下这个紫禁城的宏伟。”温迪说：“景山是免费的，那故宫呢？”我爸说：“故宫收门票啊，60块钱。”温迪说：“那我觉得在这儿看就行了。”我爸说：“你不想看看故宫吗？”温迪说：“
我要不起，我要不起。然后我爸给解释说，你知道吗？景山当年这个崇祯皇帝啊，以前也住在故宫里，后来这个清军来了，他就被逼到了景山上，回头啊再看了一眼故宫，然后就了结了自己的一生。温迪说，因为故宫管他要门票啊，他也要不起，他也要不起。